上回说到，路飞因为被巨大的海鸟叼走，来到了某个城镇，在这里遇到了据说拥有不死之身的海贼小丑巴基。路飞与索隆出手，接连击败了巴基的2员大将。待到路飞和巴基准备1对1的时候，巴基突然道出了一个让路飞震惊的事情。原来巴基和路飞的好友红发香克斯以前是同一个海贼船上的见习船员，因为某件事导致巴基对红发恨之入骨，发誓要诅咒红发一辈子。那么这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看过后面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红发与巴基曾经是海贼王罗杰船上的见习船员，但值得注意的是，巴基的这段回忆里，两人并不在罗杰的船上。准确来说，二人此时已经离开了罗杰海贼团。红发香克斯在9岁的时候与巴基一起在罗杰的船上当船员，后来做海贼实习生。那时候罗杰将草帽送给了红发。3年后，二人随罗杰海贼团参加了艾特乌尔海战，也就是罗杰与金狮子的大战。之后又跟着罗杰对抗白胡子，直到巴基14岁这年，在罗杰海贼团到达最终之地拉夫德鲁的前一天，巴基突发重病，无法跟随罗杰海贼团继续前行。香克斯留下来照顾巴基，二人离开了罗杰海贼团，被其他海贼团收留。巴基与香克斯的关系很复杂，既是最好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从这里起，二人就有了下船之后各自组建海贼团的想法。在这段时间中，这个无名海贼团参与了一场海贼战争，在与敌人征战的时候，抢到了一枚恶魔果实，也就是4分5裂果实。巴基自己则私吞了敌人手中的一张藏宝图，这张藏宝图所指的宝藏沉在海底。巴基打算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潜入水底去找这些财宝。后来巴基听红发说，海贼团抢到的恶魔果实大概值1亿贝利。巴基动了心思，偷偷将恶魔果实偷到手，准备下船后拿去卖掉。为了不让人发现，他伪造了一颗假的恶魔果实，并当着众人的面吃了。某个夜晚，巴基拿着恶魔果实和藏宝图，做着发财致富奔小康的春秋大梦。只要卖掉恶魔果实和这些财宝，自己就有足够的实力组建海贼团了。这时红发来找巴基聊天，巴基情急之下将恶魔果实吞到了肚子里。至此，巴基成了不会游泳的旱鸭子，那个沉在海底的宝藏自然也与他无缘。巴基将这件事全部归罪于红发，都是因为红发害了自己才成了这般模样。所以巴基发誓一辈子都要记恨红发，多年来的友谊就此崩塌。罗杰被处刑后，香克斯和巴基正式分别，各自组建了海贼团。路飞听完巴基的回忆后感叹道：“原来是香克斯救了你。”巴基大骂：“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啊，都是因为他害我人生大计，一口气落后了10年。”巴基发现了正悄悄拖着财宝企图溜走的娜美，4分5裂果实可以让巴基的上半身在天上飞，只要他的双脚着地，并且与身体保持一定距离，他和其他肢体可以随意飞行。巴基拔出匕首冲向娜美，路飞看到了巴基留在原地的双腿，直接一脚断子绝孙踢，正中巴基裤裆。巴基的4分5裂果实看似牛逼，其实弱点非常明显，就是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件都可以被轻易攻击，搞不好还容易丢了。路飞趁巴基攻击娜美的时候，抓住巴基的2只脚猛挠脚心，接着娜美又趁着巴基将身体变成几十个碎块，将他的躯干和双腿双脚用绳子捆住。巴基组合身体零件的时候，发现了除了脑袋就剩下2手2脚了，跑也跑不动，打架也打不过。路飞直接一个橡胶火箭炮把巴基送上了天。打跑了巴基，路飞的火气也消了，他捡起破烂的草帽，娜美看在眼里，主动说：“我待会儿会帮你补好的。”不仅如此，娜美还将航海图送给了路飞，以此来报答路飞的救命之恩。路飞开心地说：“你同意加入我们了吗？”娜美依然固执：“我是不会去做海贼的，不过跟你们在一起似乎挺有赚头的。”就这样，娜美答应路飞暂时与他们合作，3人一起重新踏上了旅程。路飞如自己所愿找到了2个伙伴，第3个伙伴也悄悄登场了。东海西罗布村有一个名叫乌索普的大骗子，每天靠说大话愚弄村民而取乐，自称是乌索普海贼船船长，是一个真正的海贼。可是这一天，海贼来了，那艘帆船上挂着小丑巴基的标志，没错，就是路飞3人从巴基那里抢来的海贼船。乌索普怕了，他想溜，可是自己是村里的孩子王，村里跟着自己混社会的那几个孩子都指着自己带他们装逼，带他们飞呢。一个孩子对乌索普说：“莫慌，从海岸去看，来者只有3个人。”乌索普一听，士气大增：“兄弟们，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大哥带你们去见见世面。”路飞3人驾船靠岸，上岸后稍微活动了一下筋骨，索隆敏锐地察觉到有人接近，接着从岸中飞出许多石子，岸边的灌木丛中竖起了一排排海贼旗，看上去好像好多人将海岸包围了。大骗子乌索普登场了，自吹自擂道：“我是率领这个村子大海贼团的乌索普船长，拥有8000万部下。”路飞惊呼：“我操，牛逼！”
乌索普的骗术被娜美一眼看穿，3个小屁孩丢下海子一起溜了，留下乌索普一个人断后。乌索普拔出弹弓，瞄准路飞，手臂由于紧张而不断颤抖。路飞酷酷地说出红发当年那句名言：索隆立即做拔刀状，气势汹汹地说：“站在你面前的可是真正的海贼。”面对路飞和索隆的气势，乌索普被吓住了，放下弹弓，放弃了抵抗，感叹道：“果然，真正当海贼，说话的语气和气势都不一样，好厉害呀！”路飞和乌索普互相看了一眼，哈哈大笑。我们都是现学现卖，入行还不到1个星期，和香克斯学的。乌索普很惊讶：“香克斯，那个大海贼？”路飞很平静：“你爸爸是耶稣布吧？”路飞是海贼界里出了名的脸盲症晚期，大概是小时候，路飞和红发海贼团混的时间久了，与大家都很熟悉。看到乌索普的第一眼，路飞就猜到了他和耶稣布是父子，除了长鼻子，耶稣布和乌索普几乎一模一样。令人惊讶的是，乌索普对自己父亲的了解还不如路飞多。听了路飞的介绍，乌索普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父亲那么厉害，居然在香克斯的船上。路飞告诉乌索普，关于他的事情，自己听耶稣布讲太多次了。也许这就是缘分吧。耶稣布是个出色的海贼，而且枪法非常精准。乌索普很骄傲，虽然自己不了解老爸，也没怎么见过他，但是有那样一个出色的老爸是很值得骄傲的。娜美问乌索普，村里有没有会驾船的伙伴和可以远航的大船呢？乌索普表示爱莫能助。你也看到了，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索隆一眼就看到了山坡上有一个很大的别墅，那一定是个有钱人，不知道可否帮忙赞助一下。乌索普突然变了脸色，那里可不行。路飞3人一愣，乌索普担心3人追问下去，找个借口溜了。山上的那栋别墅里住着名叫可雅的女生，一个年纪轻轻就要被迫继承亿万家产的富婆。她是乌索普的青梅竹马，因为体弱多病不能出屋活动，加上1年前双亲去世大受打击，所以一直闷闷不乐。虽然很有钱，但是却整日郁郁寡欢。乌索普每天都会来找他聊天，乌索普吹的牛皮大话是可雅唯一的乐趣来源。只要听乌索普讲故事，可雅的心情就会变得大好。乌索普离开后，他手下的3个小屁孩来到餐馆寻找乌索普，得知乌索普不在，他们3个就把路飞3人带到了别墅这里。路飞一听，原来乌索普有个富婆朋友，这不是巧了吗？自来熟路飞带着索隆他们直接弹射进了别墅院里，准备直接去找可雅要一艘船。可雅被这几位天外来客吓了一跳，乌索普连忙解释道：“这几位都是听闻我的事迹后特意从远方而来的朋友。”乌索普话没说完，可雅的眼镜管家就找了过来，大声呵斥路飞几人私闯民宅的恶劣行为。路飞说：“我们想要一艘船。”眼镜管家说道：“不行。”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到了乌索普：“我对你略有耳闻，你在村里可是一个充满话题的人物。我还听说过你父亲的事情。”可雅慌了，忙命令眼镜管家闭嘴。眼镜管家没有理会可雅，自顾说道：“你不过是肮脏海贼的儿子，不管你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惊讶。不过，请你不要接近我家大小姐，你们是不可能的，这门亲事我不同意。说吧，多少钱能让你离开大小姐？你一定特别恨你父亲吗？那个抛家弃子，把财宝看得比亲人还重要的混账老爸！”乌索普怒了，虽然他不了解自己的老爸，但他一直以来都把老爸当成是自己的英雄，为自己有个海贼老爸而自豪。乌索普冲过去，狠狠给了眼镜管家一拳头。但他准备再出拳的时候，可雅大喊着让他住手。眼镜管家趁机把乌索普和路飞等人赶出了别墅。眼镜管家诬陷乌索普是为了钱而接近可雅，而且是一个名声恶臭的撒谎大王。然而实际上，他才是那个为了钱而接近可雅一家的卑鄙人渣，而且还是一个海贼团的船长。乌索普离开可雅的别墅后，心情十分糟糕，独自一人来到海边。路飞找到乌索普，他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耶稣布都是一个出色的海贼。”这时，两人看到眼镜管家和另一个奇怪的家伙出现在悬崖的下面。由于悬崖不是很高，他们2个可以很清楚地听见眼镜管家和他的同伙之间的对话。这个怪人名叫赞高，是眼镜管家黑猫海贼团的同伙，擅长催眠术。2人密谋制造一起意外事件，把可雅小姐害死。在可雅死之前，赞高用催眠术催眠可雅，让她写下遗嘱，内容就是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都归给眼镜管家所有。谁能想到，外表看似西装革履的眼镜管家，居然是个披着人皮的恶狼。他为了这个计划，居然在可雅身边潜伏了3年。3年前，可雅的父亲看到落难的眼镜管家，心生怜悯，把他带到别墅里医治，并一直养着他。没想到，他居然是为了财产而来。乌索普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回可真的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了。眼镜管家的真名是克洛，在东海海贼圈里颇有名气，因为头脑聪明、手段残忍而出名。不过3年前听说这家伙被海军逮捕并处刑了，现在来看一切都是假象。没想到这家伙还活着，并且潜伏在青梅竹马的可雅身边，村子也遭到袭击了，可雅也有危险了。
路飞一听，原来事情这么严重，立即站起身大喊：“不许你们袭击科雅！”如此一来，路飞和乌索普成功暴露，原来这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赞高掏出小道具，用催眠术催眠了路飞，路飞一头从悬崖上栽了下来。克洛和赞高以为路飞挂了，但克洛没有去杀乌索普，原因很简单，不管乌索普听见了什么，他说的话都不会有人相信的，因为他是个撒谎大王。下期我们来看撒谎大王乌索普如何拼尽全力拯救村子，路飞一伙与黑猫海盗团开战。小伙伴们，我们下期再见。